双运河墙内户的皇家美素佳儿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1季。殿下，属下对他动用了3种酷刑，他生挺受不住，一心求死。只是他依然没有招过他的同谋。你的妹妹是我杀的，要杀要剐，随君意愿。就凭你一人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他们在动手之前应该已经商量好了，他就是弃子，他的族人已经死光，无族可灭。纵使2位陛下震怒，要杀，也只能杀他一个人。我无妻无儿，孤家寡人，这条命你要拿就拿去吧。无妻无儿，孤家寡人。当年为了从赤臣的屠刀下保住你，应该死了无数人。你真敢让穆氏血脉断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潇潇，穆匪寄居在亲戚沈氏家中时，服侍过他的婢女柳儿，因为和人私通被赶出了沈府。不久后产下一子。虽然你做的已经足够小心了，平日里很少与这对母子接触，但还是让我查出了蛛丝马迹。这个婢女所生的孩子，应该就是你的子嗣吧？你可以选择沉默的死去，我会送你的儿子去和穆氏全族团聚。你丧心病狂！你是个疯子！杀了我妹妹，你的命我要定了。但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可以不动你儿子。你妹妹是我杀的，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不想背叛你的同伙，我理解。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要杀了小妖？只要你告诉我，我可以不动你儿子。给你时间，你可以好好考虑，不要企图自尽，别忘了你的儿子。殿下，怎么了？穆匪想见殿下，但他要求丰隆公子必须在场。知道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为何杀你妹妹，但你要承诺，永不伤害我儿子。只要你的话如实，我不会伤害他。西燕族的人，我不相信。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任何人永远不会伤害我儿子。只要你告诉苍玄的是事实，我保证任何人不会以你做过的事去伤害你儿子。你心里一定怨恨我，给中原氏族惹了如此大的祸事，但我必须杀他。因为她根本不是什么浩陵大忘机，她是赤臣的女儿。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过那个大魔头的眼睛，我不会看错。
看到假王姬之后，我虽又怒又恨，但我还是小心求证了一番，甚至到武王、齐王那里去确认，魔头赤臣诛我全族，他的样子，晚辈刻骨难忘。晚辈无意中发现，号陵大王姬的容貌与赤臣有点相似，又听闻王姬大将军与魔头赤臣的一些传闻，故今日特意前来拜见二位殿下。什么传闻？二位殿下都是当年事情的亲历者，可曾听闻王姬大将军与魔头赤臣有私情？实不相瞒，当年确实有传闻，说西陵恒和赤臣。不过，那都是她嫁给浩陵王之前的事情了。这么说，王姬大将军与魔头赤臣果真没有此事。启帝，父王严禁再提此事，你忘了吗？好，我不提。都是些穿凿附会的无稽之谈，你不用当真。西陵恒和浩陵王和离，是另有原因，和赤臣绝无关系。武王和齐王虽对此事讳莫如深，不肯多谈，但我敢肯定，我的猜测没有错。她就是赤臣之女。一派胡言！我姑姑出战前曾和我说过，日后遇到麻烦，可以向浩陵王求救。如果他做了对不起浩陵王的事情，那我到了浩陵后，浩陵王为何会对我细心教导，处处维护？对啊，莫非，你也不好好想想，浩陵王是何等精明，你能查到的事，浩陵王会查不到吗？若浩陵王有半点疑心，怎么会为小妖举行那么盛大的拜祭仪式？向全大荒昭告他有多喜爱重视小妖。难道我真的杀错人了？不会的，我看过那双眼睛，我不会看错，我绝不会看错。就算你知道错了，也晚了。你伤害了小妖，必须拿命偿还。我舍掉一命救你，你要是再敢死，我就把你剁成肉末，喂鱼。九尾狐妖还说，我娘跟赤臣早就有私情，他们欺瞒了父王跟全天下的人，说是父王知道了真相，肯定会除掉我这个孽种。还在为穆匪的话生气啊？那种无稽之谈，没人会相信。穆匪刚才说的话，我希望只有你我二人知道。不仅因为这个事情关系着浩陵王陛下和我姑姑的声誉，更因为我那两个好王叔竟然想利用中原氏族杀了小妖。我明白，小妖身份尊贵，此事若是处理不当，说不定会让西燕王迁怒中原氏族，整个中原都会再次陷入动荡。就算是为了中原安定，我也一定会万分谨慎，绝不多言。知道了穆匪为什么要杀小妖，找到他的同伙就不难了。被赤臣灭族的氏族不少，可是还有遗孤的应该不多。首先要和穆匪交好，才能信任彼此，密谋此事。其次修炼的应该是水灵和木灵。另外，我总觉得他们其中有一个是女子，只有女子配合，才能在适当的时机下，不露痕迹地分开新月和小妖，阻拦下我派给小妖的暗卫。你分析得很有道理。有了这么多消息，
你心里估计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。今晚你来陈荣府，我和新月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好。我记得我跟新月去梅林，然后被刺杀。我是在哪儿？难道我已经死了？难道不能离开我的身体？也不知道苍轩知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他一定急死了。哥哥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我知道这是个机会，可如何选择，还得等苍轩来定夺。凶手找到了吗？经过排查，确认伤害小妖的凶手有4个，除了墓室的墓匪，还有申氏、詹氏和靳氏3族的遗孤，申忠、詹雪玲、靳月剑。有劳你们了。苍玄，还有一事。什么事？樊氏和郑氏今日联袂来找我，为詹雪玲和靳月剑求情。詹雪玲是樊氏大郎的未婚妻，他们青梅竹马一块长大，3个月后就要成婚。靳月剑和郑氏的嫡女小氏就定了亲，感情也一直很好。樊氏和郑氏都表示，只要你肯放过詹雪玲和靳月剑，他们2族愿投桃报李，支持你。我建议你考虑一下。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。如今你正是用人之时，如果杀了詹雪玲和靳月剑，就会和中原6大氏中的2氏结缘，不值得。是啊，不值得。苍玄，成大事者，必须懂得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小妖受伤已成事实，你杀了他们也无法扭转，只是泄一时之怒而已，没有意义。但你若饶了他们，却能多一份助力，成就大业。
你们说的有道理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。那时候我还很小，我爹和我娘出去打仗了，就是和你们的爷爷陈荣言传的那场战争。有一天，我娘和姑姑突然回来了，带着我爹战死的噩耗。我看到奶奶、姑姑、我娘3个人抱头痛哭。奶奶是西延的开国王后，曾和爷爷并肩作战；我娘是弱水族的族长，智勇双全；姑姑是后来全大荒都知道的王岐大将军，为国战死。她们3人是我见过这世间最坚强的女子。可就在那一刻，他们却哀哀哭泣，凄苦无助，茫茫不知所以，令见者心碎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对自己发誓，我一定要变强大。要变得比西燕王更强大，我一定要保护他们，不再让奶奶、姑姑、我娘这样无助悲伤的哭泣。可是，他们没有等到我长大。我是为了保护我的亲人，才想快点长大，快点变强，才立志要站在比爷爷更高的地方。如果今日我为了获取力量，放弃惩罚伤害了小妖的人，我就是背叛了昭云殿上的我。的确如你所说，这世间有事可为，有事不可为。但是无论什么理由，人都不该背叛自己。你劝我放弃时，可曾想过，今日我可以因为一个理由舍弃保护小妖，他日我就可以因为另外一个理由舍弃保护你。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也不是女人满意的好情郎，但是不管任何的时候，我都不会放弃保护我的亲人、朋友和下属。不管是你还是潇潇金轩，只要任何人敢伤害你们，我一定不会饶恕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我都能做到权衡利弊，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但极少数情况下，我愿意选择去走一条更艰难的路。得罪了樊氏和郑氏，的确不利，但那又怎样呢？大不了我就辛苦一点，披荆斩棘的走。好，我陪你走荆棘路。我相信，迟早有一日，樊氏和郑氏会觉得，还是跟着我比较好。你们两个疯子！
小姐，您这是高兴还是难过呀？刚刚他提到别的女人的事，我本来应该难过，但又忍不住因为他的话感到开心。他说他会保护我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。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认识他呢？在西岩城做质子时，我每日担惊受怕，被人欺负也只能忍着。那个时候，他要是在我身边，我是不是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了？你究竟是喜欢我妹妹身份多一点，还是人多一点？你究竟是喜欢小妖的身份多一点，还是他人多一点？虽然决定了不放过这些凶手，但是怎么处理他们，很有讲究。你想怎么做？如果把墓室、申氏、詹氏、进氏都交给爷爷处理，有心人难免会想到赤尘身上，这样对小妖不利。何止是不利于小妖？赤尘在中原仇家无数，这件事若是传出去，不知会掀起多少风浪。你放心，幕匪的供词连我爹和新月都不知道，我一定会遮掩住他们的杀人动机。让你爹把幕匪交给爷爷处理，申氏、詹氏、进氏交给我来处理。好，不过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詹雪玲看在她是女人的份上，给她一个痛快。其他人，小妖所受的苦，我要让他们100倍、1000倍的偿还回来。你那2位王叔呢？我暂时还动不了他们，不过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他们清算。石灵，我是正氏族长的女婿，你们若是要动我，正氏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啊！小妖，我已经帮你报了仇，一个凶手也没有放过。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，可能会是让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。你若是醒着，肯定也会阻止我。但这件事情，我不想再审时度势了。如果真的要重新开始，那就要委屈你，继续陪着我受苦了。王姬的手有些凉，给他换一床厚实些的被子。殿下忘了吗？这是个傀儡。是殿下，属下这就去拿被子。
也不知道现在苍玄怎么样了，肯定在四处找我。陆山吉应该也知道了我被刺杀的消息了吧？香柳，香柳，是不是你救了我？香柳，是你救的我吗？是不是你救的我啊？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把病患独自留在这里，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，知道吗？我用血为你疗伤这么多次，这次你总算要回报我一下啦。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这个是不是你的心头血啊？你傻呀！你就算有9个脑袋，心头血流失多了，你照样会死的。香柳，香柳，你看我的手，你看。等不到花开，等不到的等待。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。你本来浑身就是毒，又长年累月用毒练功，心头血更是毒上加毒。只怕你还没有把我救出来，我就已经被毒死了。是来路是归途，宁死却无一步步是孤独。香柳，不行啊！哎，香柳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你干嘛？等一次雪落，等命运垂爱，等你生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误会你了。等我好了以后，你想吸我多少血都可以，到时候我绝对不再抱怨了。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。柔情深许香柳，香柳，是监狱，香柳，香柳。你不是9个头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毒倒了？香柳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王基大将军的血脉被社稷虐伤，居然有族长敢上书，替凶手求情。父王，穆匪是穆氏最后的血脉。这嬴氏和楚氏两族，也是心中不忍，才会一同为他求情。不论是断脚还是削鼻，只求父王能够为穆氏留下一点血脉。那阿衡的血脉，不也只剩下小妖了？怎么没见你怜惜呢？儿臣没有为穆匪求情之意，只是转述中原士族的意思呀。你几时和中原氏族走得这么近了？儿臣没有，儿臣不敢。敢刺杀王基大将军的血脉，罪无可恕。穆氏穆匪以下犯上，刺千刀万剐之刑，护尸荒野，不得入土。楚氏族长、嬴氏族长不辨是非，竟敢替凶手求情，让楚氏、嬴氏另选派知晓大义之人就任族长。是。
你派人，不，你亲自去一趟中原，把小妖接回来。朕不放心，再把他留在中原。师父，大王姬现在恐怕不宜移动。浩陵的医师都对大王姬的伤势束手无策。倒是苍玄说是已经找到了可以救治大王姬的人了。那就暂时让他留在中原治伤吧。不过，小妖那边不管发生了任何问题，都让苍玄即刻派人向朕禀报。另外，多备些灵药送去中原。若还有其他需要的东西，也即刻报来，让朕知晓。师父放心，徒儿一定时刻关注。御赐？怎么会御赐呢？一定是他目中无人，惹是生非。以为谁都像我这样好脾气吗？活该！凶手被西阎王处决了。是，西阎王已经下旨将木匪千刀万剐，曝尸荒野。倒是有2个氏族，连名为木匪求情，都被西阎王严厉申斥了，还下令让他们立即换个更加称职的族长。有哪几个氏族为凶手求情了？求情的有楚氏族长、嬴氏族长。樊氏和郑氏虽然没有直接上书，据徒儿所知，他们却是在暗中支持楚氏和嬴氏。陛下，这些中原氏族毕竟是在西延境内，咱们浩陵不好直接插手。浩陵不能直接插手，难道我们浩陵大王姬就白白被他们欺负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！父王，绝对不能放过那些人，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刺杀浩陵大王姬的后果。我说不能直接插手，没说不能间接呀。入手，传令下去，将楚氏、嬴氏、樊氏、郑氏4族所有子弟全部驱逐出浩陵。另外，秦王以你的名义去中原探望你师兄苍玄，顺便告知所有中原氏族，从今往后不再欢迎这4族子弟踏入浩陵。是，陛下。我发誓我没有捣鬼。他又看不见我，我怕什么？你有好点吗，相柳？九头妖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虚弱？动不动就像个娇滴滴的女人一样，说晕就晕。是不是因为救我，所以伤了元气啊？相柳，跟我说说话嘛！你怎么变成哑巴了？你跟我聊聊天嘛，跟我说说话，告诉我外面都发生了什么。我哥哥苍玄现在什么情况？他肯定很担心我，还有我父王，现在肯定也知道我被刺杀的消息。你有没有给他们消息啊？还有涂山璟，他还好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苍玄送来的灵药，不过对你没什么用。留在这儿跟你玩吧。苍玄知道我在这儿，那太好了。可是你跟苍玄不是一见面就会打起来吗？他怎么会允许我待在这儿啊？相柳，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说句话嘛。行吧，既然你不说话的话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你走了算了。走吧，走吧。相柳，我开玩笑的。相柳，相
良，我开玩笑的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回来吧，你走了以后我更寂寞，谁还陪我聊天啊？殿下，你说这凤凰铃长得会跟朝云峰上的一样好看吗？以后会的。那太好了，等王姬回来看到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他自小就喜欢凤凰树。等这些凤凰树长成了之后，我会给他做一个和朝云峰上一模一样的秋千架。那更好了，殿下给王姬推着秋千，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殿下，见到他了吗？相柳行动不定，属下并未见到本人，只是将那些灵药留在了指定地点。另外，相柳给殿下留下了消息。殿下，是有王姬的消息了吗？王姬伤势如何？醒过来了吗？小妖虽然还未清醒，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保住了性命。那就好，太好了。涂山璟那边怎么样了？青丘公子的病情每况愈下。前几日，涂山太夫人去求昊林王，让青丘公子去圣地归墟养病。不想，青丘公子离开芷邑城之后，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。涂山家的人见情形不对，便又将他送回了陈荣府。涂山璟那边，你派人时刻关注着，毕竟他的病情是因小妖而起的，小妖肯定不希望他有事儿。是。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傀儡！在下认栽。原来是旧友来访啊！陈荣山的守卫可不弱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想要你狗命的大有人在。还是先将你狗命留下来吧。放了他。殿下，不可。放了。你可以走了。你若今日不杀我，他日我必定杀你。那你下次可得小心点儿，别再让我给抓着。哼！不如走正门吧。何必呢？这把精心锻造的尖刀，专门用来挖心，雅称剑心。这是敲鼓锤。啊，这个是烫鹅掌，根据一道菜起的名字，
不过烫的是人脚。你这人面兽心的伪君子，竟挖空心思想出这些骇人听闻的刑法。我只恨自己学艺不精，不能为民除害，杀了你这祸害。不必多言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也觉得想出这些刑具的人是个令人杀之而后快的祸害？丧心病狂的禽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200年前的纸艺城主亲手设计了这些刑具，因其毒辣异常，曾致万余无辜之人屈打成招，冤死狱中。现任纸艺城主亲自下令，将这些刑具废止了大半，所以你不必担心会有人把它们用到你的身上。上一任纸艺城城主，他的母亲是西延族人，父亲来自浩陵西河部，他叫玄庭。血口喷人，绝不可能！给他松绑，拿给他。这是玄庭亲笔记录他施加酷刑之人的卷宗，上面还详细写明了他们被施以何种刑罚，以及用刑中的反应。当年机缘巧合下，爷爷将此事交给我来裁决。我从不后悔杀了你哥哥，因为你的哥哥身为一方大吏，却罔顾民生，只重酷刑，冤死了上万人。他罪有应得。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，可以继续来刺杀我。轻盈无边天山白，相守相伴长相思。淘淘养眠卫生巾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1季。我祈求此生的拥有，偏要尝尽在做你才有。永恒的思念酿成酒，想写在人间走一走。我祈求来日的拥有，偏要瞬间拱手，让爱永久。须臾的悲欢，记忆苍狗，相拥在轮回天尽头。隐去了可解因果，褪了初见你时的颜色，原先勾勒已带过，日月陪你我对酒当歌。星空了个调了色，1万星月落，悲欢忐忑，风雨送相思流落。愿美清澈，目温热，锦绣星河，繁华朵朵，偏爱人间烟火。
花朵朵，偏爱人间烟火。